琉球王国，全世界开局最小的王国，极差的地理位置与糟糕的外交局势，使得这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都极具挑战性。但假如我们略施手段，使用时空折跃技术，让琉球王国远离东亚怪物房，千里转进到欧洲的马耳他岛，能不能助他完成三山帝国的美梦呢？众所周知的是，琉球国王所梦到的三山分别为阿尔卑斯山、比利牛斯山以及高加索山。也就是说，咱们琉球自古以来便有罗马帝国的宣称，而我们这一次便是挑战在极难难度下用泛灵论琉球成立罗马帝国，达成上氏家族近100年来的三山美梦。感谢大明战神朱祁镇赠送的一个天命，使得我们开局就达成了帝国等级的飞跃，三山帝国直接完成一半，再加上我们陛下胜之如初的属性，求大家手上的一个3连不过分吧。如果本期视频投币能过1万，下一期视频将会更快的端上来，反正也投不到，不如多摆几天。好，那么言归正传，不管是宗教问题还是外交局势，又或是琉球的军事实力，都是阻碍我们成立罗马的重要因素。我们唯一的优势便是获得天命后的25年 buff 新皇朝，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正面修正。同时，我们开局也只有意大利、地中海及北非的地图，转进爱尔兰的路也被彻底封死。所以从一开始我们便只有2条发展路线，一路是击败突尼斯南下非洲，另一路是拿下西西里北上亚平宁。无论哪条路都是困难重重，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展军备，静待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同时安抚好国内的各大阶层。想要破局，我们还得依附于各个阶层的支援，只是可怜我们的陛下被各大阶层排挤，只能龟缩在厕所里发号施令。很快1个月时间过去，一则好消息传来，我们琉球的舰队在我们的时空折跃管理员的率领之下，跨越山水重洋，抵达了马耳他。船长邵武宁也会继续在舰队中服役，不过他除了会飞好像也一无是处哈。那我们接下来便是一面筹划军备，一面处理国内各种奏疏。首先是帝国内部宦官专权的问题，由于琉球并没有天命通用任务，所以我们只需要维持国内的稳定就可以了。至于收拢宦官的权利嘛，那就要相信后人的智慧了。虽然我们现在依旧还在向大明朝贡，但马耳他的琉球人坚定地认为大明亡了。我们作为大明最忠心的臣子，自然还是要为前朝修史列传的。我们选择获得天命与稳定，尽快让我们国家发展起来。至于朝贡，滚一边去。1447年4月，我们琉球帝国的下一代继承人诞生了。325的属性比他的父亲强了不止一点，只这名字怎么跟我们时空折跃管理员的名字一模一样啊？而我们的皇后同样也是武德充沛之人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咱们的陛下家庭地位那是岌岌可危啊。而太子的降生也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，阿拉贡国王阿方索5世于1447年10月不幸离世，其后世之君胡安2世履行阿方索的遗愿，释放那不勒斯王国为独立国家。此时的那不勒斯王国并无盟友，正是攻打他的最佳时机。虽然无宣战理由的进攻会为我们带来大量的侵略扩张，但是我们现在已别无他法。经过3年的准备，我们的军队数量已经达到8000，在商邦的支援下，舰船也有11艘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极南的 AI 拥有极高的加成，大量的部队与舰船远非我们能比，再加上中华兵种组与西欧兵种组在前期并无太大差距，因此我们唯一能够倚仗的便是从贵族那里征召的陆军将领，以及除了会飞啥也不会的海军3星神将，还有陛下的皮鞭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？我们先将部队扩编至12000人，然后利用时空折跃技术迅速将我们的部队投放至中意大利。由于我们只有4艘运输船，因此我们只能分3次进行运输，而开了天眼的 AI 能够立马捕捉到我们的登陆计划，因此派出主力军团来剿灭我们的登陆部队。而此时我们就需要提前占据佛罗伦萨的有利地形，与那不勒斯的主力进行决战。
依靠地形与守河优势，我们成功击败了那不勒斯的主力军队，而教宗也趁机落井下石，取消了他的军事通行权，使得那不勒斯的军队只能溃逃至锡耶纳，被我们追上全歼。同时，另一支9000人的部队正尝试登陆马耳他，但我们的舰队数量却远远不如那不勒斯。如果他的部队登陆成功，那我们便会陷入全面的劣势。我们现在有2个海军提督，一位有火力与冲击的1星将领，还有一位只有机动的3星神将。那么大家可以猜测一下，哪个将领能够取得海战的胜利呢？在面对3星海军将领的时候 ，AI 海军会默认避战，即便是优势，貌似也会撤退。这也是咱们只有12艘船 ，AI 也不会主动进攻我们的原因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终究还是取得了加贝斯湾海战的胜利，而我们的陆军也借道罗马，一路杀往那不勒斯本土。莫利塞战役之后，那不勒斯元气大伤，基本丧失了与我们决战的资本，而我们也顺势拿下其首都那不利，只是过程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曲折。看着隔壁疯狂的摘桃子，打连统战争的阿拉贡连战连捷，险些没有忍住独当的冲动。本来这一战我们能够多吃一点地，扩大一下咱们的基本盘，但是因为强宣额外付出了侵略扩张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大口吃地的想法，只能抠抠搜搜的在那不利附近稍微吃一点肥地。就这样，还有一群不起眼的意大利小国试图包围我们，这要是欧洲地图全开了，怕不是整个难得一知的人都来了。我们赶紧去各个小国拉拢关系，并且将热那亚与威尼斯的贸易节点切换成建立社区，增加我们改善关系的速度。只是即便有了南意大利的基本盘，我们距离破局依旧有不少距离。意大利的土著与阿拉贡的老爷，随时可以对我们这群信仰野猪教的化外蛮夷指指点点，然后反手给我们挂一个十字军。因此，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正是在与卡斯蒂利亚交战的突尼斯。作为北非3海盗之一，突尼斯的强大不仅威慑到我们的安全，每10年的劫掠更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国内沿海地区的荒废度。对于拥有天命的我们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此时突尼斯尚有16000的主力未动，一旦我们发起登陆，定会被各个击破。因此我们先借到盟友费赞，打算从迪利波里发起进攻。但我们12000的先头部队刚刚抵达苏尔特，突尼斯17000人便率先发起进攻。由于我们没有军科领先，而穆斯林兵种组的步兵与骑兵皆强过中华兵种组，再加上对方还比我们多上2000骑兵，可以说此战劣势相当的大。说实话，我是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赢的。但不管如何，结果终归是好的，而且突尼斯军队还逃到了杰尔巴岛上。这下我们只用占据塔泰温并封锁港口，突尼斯便束手无策了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，只要海军将领是3星神将，即便突尼斯有海军数量的优势，也不敢与我们进行正面决战。转眼2年之后，我们便几乎占领了突尼斯全境。不过吃地的时候呢，依旧需要精打细算，包围网里可再也不能加人了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单单一个阿拉贡就能碾死我们，更不要提额外加一个摩洛哥了。不过令我们意外的是，刚刚夺取的突尼斯省份竟然勘探出藏有大量的金矿，这下最头疼的经济问题也算是被彻底解决了。只可惜的是，我们的时空哲月管理员尚姆宁在战争胜利的前夕染疾去世，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时空哲月部队了。虽说我们占领了南意大利与突尼斯地区最肥沃的省份，有了一定的基本盘，但是国内的矛盾却愈演愈烈。首先是宗教信仰的问题，一些前朝的士大夫逼迫我们陛下改信儒家信仰，不听就掉稳定。如果不是咱们陛下意志坚定，野猪教的纯真或许就不复存在了。而常年的战争更是让我们国内男丁稀缺，大量的留守家庭问题困扰着我们的陛下，更不要说还有闭关锁国以及代表吉兆的扫帚星在我们
们国内安家落户，瞬间让我们的国家进入动荡的年代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琉球马上就要亡国了。所以我们的陛下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全面西化，成为意大利人，以意大利为我们向地中海扩张的基本盘，再将北非作为我们扩张的后花园，拉拢西安纳、摩洛哥为我们的盟友。正如诸葛健在《隆中对》中所言：“北易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凯撒因之以成帝业，神罗暗弱，积跌在东。新朝雅正而不知存续，罗马教宗私得明君。陛下尽天命所归，三棍注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若渴。若跨有意，非保其延祖，西河高卢，南抚波波尔，外结好摩洛哥，内修天命。待地中海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10万精锐，兵分20万路，以向罗马。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三山可兴矣。”那么，在转变成意大利文化后，搭配上一个传教的顾问，我们便能更快速地转换意大利地区的宗教，把当地的天主教土著变得更加纯真。只是即便这样，传教力量依旧很低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尽早点出宗教理念，让这群误入歧途的土著重新回归原始信仰的怀抱。此时，我们正在北非后花园扩张我们的势力，但随着摩洛哥击败特雷姆森，整个北非可以扩张的方向已经被彻底堵死。因此，在完成了对杰里德以及姆扎卜的征服之后，我们立即选择与摩洛哥结盟。一如之前隆中对中所言，未来呢，或许还能依靠它来进军阿拉贡，回头我们就把现成的文艺复兴思潮卖给他。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，我在造河的时候并没有开天命中减10%造河花费的诏书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前期并没有钱招募顾问来提升贤能，只能勉强依靠与贵族妥协来降低贤能值下跌的速度。不过呢，这也确实挺伤的，三棍的陛下又要留点数造河，又要提升稳定度，还他妈要升科技，感觉陛下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5级行政科技了。而意识到我们逐渐崛起的教宗国，在我们接纳了文艺复兴思潮后，也派出耶稣会士，试图将我们从野猪教的纯真中拉入天主信仰的深渊。面对提升所有天主教国家好感的事件，我们自然不会拒绝。以后进攻罗马，我们就可以说是武装朝圣了。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先到这里，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小小点赞关注一下，点赞越多更新越快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